朋友们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我们说觉醒开悟离不开当下？为什么当下它能够带我们进入空性的大门呢？我们说这个世界呢，虽然看得见、摸得着，但实际上却不存在，它是个虚幻的，过去、未来都不存在，只有当下是唯一的真实存在。这又是为什么？如果你也有这些疑问，那么一定要耐心看完这个视频，相信一定会让你受益匪浅的。首先问你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流星的轨迹真的存在吗？比如说夏季的天空有一颗流星划过，留下了一道明亮的轨迹，这道光明的轨迹我们看得见，但实际上它存在吗？根本不存在，只有那颗明亮的星星是真实存在的。其实我们整个世界就像这个轨迹一样，唯一存在的就是当下那个明亮的点。再比如我们打开电视机时，屏幕上会出现一连串的画面，形成万千世界。这万千世界从哪里来呢？在电视机里面还是在外面？它是从空中的电视信号当中来。空其实没有什么图像，没有什么声音，也没有什么色彩，它本来无形无相。那么为什么会幻化出万千世界来呢？因为电视机有自己的解码功能，通过解码空中的信号幻化出万千世界。这些所谓的图像、声音、人物、宇宙、山河、大地，全部不在外面，而是在电视机以内，而电视机外面只是一片无形无相的空。同理，我们身外的花花世界看起来好像真实存在，但其实它不是存在我们身体之外，而是存在我们身体之内的。因为我们的身体就相当于那个电视机，而我们身体之外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世界。只有什么呢？电视机外面只存在一些混沌的原始信号，那么我们的身体之外，它也是只存在一些混沌的信号、能量或者是频率。而我们的身体就像那个电视机，它具有眼耳鼻舌身意六根，六根组成了接收解码器，将外面空性中的各种振动频率的信号解码。于是在我们的大脑意识当中，就呈现了一个看起来丰富多彩的世界。有所区别的是，电视机呈现的是一个平面的世界，而我们人的解码器太厉害了，能把这些信号解码成立体的，还解码出一个你，解码出一个我。你我就与画面当中的外面的人和事互动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游戏就开演了。那么我们生命的游戏是在外面开演吗？其实不是，全部是在我们之内，是在我们自己大脑意识的那个屏幕当中形成的幻觉。所以真相是这个世界，或者是说这个电视剧画面中的那个你，其实根本不存在。你不过是电视机解码出来的一股能量聚合在一起，而其他人事物乃至于山河大地，都是这种空性能量当中被解码变换出来的。所以我们跟万物是一体的，所有的相都是被解码出来的，是虚幻的，是变化的，只是能量的不断的聚合与消散。这些道理老祖宗早就告诉过我们了，他们用别的语言阐述表达。比如说王阳明说心外无物，就是说我们的心的外面其实没有世界，所有的世界全部在我们心之内。他跟他的学生说，外面有一朵美丽的鲜花，那是由于你用眼睛去看它，这个鲜花才存在。如果你不去看了，鲜花就不存在了。这个就是真相。就好比是电视机从空中解码到鲜花振动的频率信号时，电视机就呈现了一个鲜花的形象。如果电视机不去解码鲜花的频率，鲜花就不存在，它只能在空性里待着。我们人的身体也是一样的道理，我们去看鲜花，一刹那间用眼识去解码空性中鲜花的信号，然后呢，
在我们大脑意识当中出现了一个鲜花的这样的图像，其实外面根本就没有鲜花的存在。虽说我们也能摸到它，但是摸到这个触觉也是虚幻的存在，这就是心外无物。金刚经里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所谓的虚妄就是不存在，是一个幻觉。所以外面看起来真实的世界，不过是像电视机画面一样，只是个虚幻的图像。看起来电视机里的画面好像在动，但实际上也是一个错觉。其实这些图像根本就没有动，是电视机的频率一直在变化，解码不同的图像，图像的快速流动，形成了图像中人物在动的这样一个错觉。电影院中的电影荧幕上好像有很多人在动，其实它就是一张张静止的胶片，这些胶片转动形成了能动的人和物。那么静止的胶片怎么看起来又动起来了呢？就是由于放映机在转这些胶片，这个放映机就相当于我们的心和念头，是我们的心和念头在动，带动胶片在动，造成了一种万事万物都在动的错觉。所以慧能大师说，不是风动，也不是幡动，是心在动。我们挥舞火把会形成一个火圈，但是这个火圈却是一个幻觉，只有火把这个点存在。就像我们的生命，只有当下才存在，只有当下才是生命的全部内涵。所谓的过去和未来根本就不存在，但是我们的心和念头一会儿在过去，一会儿在未来，形成了一个虚幻的生命轨迹，唯独就没有在当下。这个是我们无明迷惑的根本。我们在哪里迷的？我们在当下这个点迷的。所以我们也要从当下这个点去觉悟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活在当下，因为当下它能够通往空性的大门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再用电视机的画面来打比方，一个画面不断的流动，构成光怪陆离的情节，以及整个虚幻的世界。去想象一下，电视机的画面跟画面之间，是不是有一个短暂的过渡空隙？就像电影当中一个胶片跟一个胶片，它中间一定有一个短暂过渡的空隙。这个空隙很短，短到我们无法看见，因为它太快了，但是它一定存在。这是个没有任何图像的空隙，那就是一片光明。这个图像才刚刚过去，另外一个图像还没有来。这个时候它是回归到电视机刚刚没有图像的那一片光明的存在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就是空性的光明。为什么我们看不到这空性的光明？因为我们的注意力全被画面带走了，也就是说我们着相了，我们被电视机里面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画面带走了。所以我们要么就喜欢，要么就厌恶，全然的不知道这都是自己在骗自己。我们一旦找到画面与画面之间的光明的空隙，我们就可以识破这个画面的虚幻性和欺骗性。所以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，你想不被电视画面的那个情节带走，就要锁定一个一个的画面，让它回归静止，不让它快速流动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锁定每一个当下。如果我们锁定了每一个当下，我们就能找到画面与画面之间的那个光明的空隙。而这个光明的空隙，就是电视机还没有解码空中信号的那一刹那。那一刹那其实就已经回归了空性，而那个空中信号的本源就是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、清净光明、无形无相的本体，就是电视机外面那些原始信号。所有的画面都是从那个地方变化出来的，所有的画面都是那个空性本体的一个妙用。为什么说是妙用呢？如果没有电视机里的这些画面，我们就不知道空中还有一些信号的存在。有了这些画面，我们才知道有这些信号源的存在。当我们再去观察电视机里的画面，
你会发现它是幻生幻灭的，当体皆空的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画面一走，另外一个画面又出来了。就是说，当下生出来，当下就灭掉，它不会静止在那个地方。从这个也能看出来，只有当下，当下出现画面，当下就消亡。所以只有当下，当下就聚集了全部的力量，当下通向了空中的原始信号。所以一旦我们把握了每一个当下，锁定了每一个当下，我们就好像是拿到了一把光明的般若宝剑，一下子就能挑开空性的大门。我们通过画面就能直接知道外面空性的信号，否则的话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外面有那么多的信号，看也看不到，听也听不到，它既没有声音，也没有色彩。所以当下是我们唯一需要去关注的。专注当下，觉知当下，回归当下。我们这个世界是像电视机的画面一样，是一个虚幻的画面，跟画面之间也存在一个空性，也就是我们的源头。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为什么无眠呢？就是由于我们不明白当下的意义，不明白当下的存在，不明白当下存在的价值，于是我们就会忽略它。这使我们永远都错过真相，掉入到假象当中，掉入到我们这个看起来好像很真实的假象当中。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就要死死地把握当下，与当下融为一体。一旦我们与当下融为一体，我们才能够通向当下的画面，契入当下与当下之间的空性之流了，从而摆脱幻象的纠缠与欺骗。那么怎么去把握当下呢？就是全然的用觉知去锚定当下的那个状态，不要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去想过去，又去想未来，就是当下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，这个就是活在当下。比如说我们看见一棵树，那么我们就真真切切的用觉知，用我们的注意力去跟这棵树一起处在当下。当我们的头脑当中是没有妄念，只是跟这个树链接，你会发现你其实跟这个树是一体的，这棵树跟你没有任何区别，你是这棵树，这棵树就是你，所以你能跟万物相通，跟万物打成一片。那么一旦你跟万物相通，跟万物打成一片的时候，就很容易回到空性的源头。所以说，我们用觉知跟这棵树处在同一个当下的时候，这个树可以把你带入空性。当我们走在路上，迎面吹来一阵风，我们就用觉知去与风处在当下，去感觉风带给我们的感受，跟风去对话，风就可以把我们带入空性。我们都是从空性的本源来到这个地方。风是我解码出来的，我的身体也是我解码出来的，都是被我们的六根解码出来的，所以它们是一体的。如果情绪来了，我们就用觉知去与情绪处在当下，让情绪不断的流经，情绪也能够带我们进入空性。如果是痛苦和烦恼来了，那么我们就用清明的觉知去与这个痛苦和烦恼处在当下，去体验它，去觉知它，去让它流经。我们专心专意地去体验，不起任何妄念，那么痛苦和烦恼也能够带我们进入空性。当我们睡觉时，我们可以扫描一下我们的身体，与我们的身体处在当下。我们可以去感觉床铺带给我们的接触感，与床处在当下，那么床也能带我们来到空性。行住坐卧，我们都可以与当下合一。一旦我们时时都活在当下，你会发现，其实你时时都处在觉知当中，让你无限的安宁和平静。处在当下以及觉知跟真我连接，这三者是相辅相成的，只是用不同的角度去解读同一个智慧。好，说了这么多，我们怎样确认自己是否处在当下呢？
如果你处在和平宁静，充满觉知，感觉很敏锐，感觉一切都很好，说明你正处在当下。因为当下是一种无为的、圆满的、没有控制的感觉。如果你处在焦虑、期盼、抓取、控制，觉得一切都不如你的愿，你需要去改变一切，什么都需要去改变，就说明你已经离开了当下，说明你已经迷惑颠倒了。实际上，整个世界看起来有过去未来，但真相是只有此刻当下。我们觉悟觉醒也只能是在当下这一刻，只有当下这一刻才能让我们觉悟，让我们觉醒。如果我们将觉醒寄托在未来，那么我们永远都会在造作之中，在期待之中，在焦虑之中。这个与我们的自信是背道而驰的。从古至今呢，每一个觉者都是在刹那觉悟的，他们在觉悟之后才真真切切地明白，所谓过去未来全部都是假象，所以他们就能够活在当下的无为之中。随缘和无为就会成为他们生命的主色调，他们没有任何的抓取，没有任何的攀援，也没有任何的期待，也没有任何的焦虑。他们已经丢掉了任何未来的功利，他们只活在当下，因为一切皆在当下这一刻。过去和未来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期待或者可以造作的。总之，只有把握当下，才是开悟觉醒的基础。而万事万物都是本能的处在当下，本能的与自性与空性合一。所以我们只有处在当下，才能够处在觉知，才能够与万物同在，才能够调开空性的大门，直达究竟的本源。而这个究竟的本源就是真我的藏身之所，我们就能够跟真我合而为一。明白了吗？我们看似需要过好这一辈子，其实只要过好每一年。我们看似要过好每一年，其实只要过好每一个月。我们看似要过好每一个月，其实只要过好每一天。我们看似需要过好每一天，其实我们只要过好每一分。我们看似需要过好每一分，其实我们只需要过好眼前的这一秒。我们看似需要过好每一秒，其实我们只需要过好当下这一刹那。我们在这一刹那之间保持觉知，保持平静，保持无为就够了。我们的人生好像是无数个刹那组成的，但其实那也是一种假象。我们只有眼前的这一刹那，只有眼前这一刹那的当下是真的。所以我们其实是在弹指之间就已经完成了所有的轮回，回归了觉悟。轮回只是我们突然起了一个妄念，妄念走了，我还是我，我哪里都没去。所以把握当下，才能让我们真正的觉悟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